停手，都别打！别打了，都别出来了！大哥，龙爷再厉害也要出狱了，何必这么怕他？你懂个屁！龙爷背后的人可是捏着整个海城的命脉，你敢不敬他，嫌自己命长了呀？没有。荣爷，您回来了，兄弟们都盼着这一天呢。恭迎荣爷回归！阿笑，你嫂子呢？她怎么没来？嫂子在家里呢，翟氏刚拿下一个新项目，嫂子正在家里跟朋友一起庆祝呢。荣爷，兄弟们给你备了些封宴，你们先去吧，报我账。3年了，我想先回家给婷婷个惊喜。荣爷，怎么了，上校？是不是婷婷出事了？荣爷，您还是自己看吧。阿虎，这怎么回事？荣爷，你进去之前吩咐，让我们务必保护好嫂子的周全。可这些年来，我们发现嫂子和那王立凡一直走得很近，甚至有好几次还在他家里过夜。别说了，阿笑，我相信婷婷，她不是那种人。荣爷，我这是为你感到不值啊！当年你是为了什么进去啊？还不是为了他呀？他那个弟弟翟汉，整天惹是生非，最后出了事，就因为他爱去舍的弟弟，您就抵下所有罪名。现在您出来了，这人呢，连个人影都没有。他公司拿下新项目，忙得脱不开身。她一个女人撑起翟家不容易，她做那些一定只是逢场作戏，我能理解。荣爷，这些年来你一直在监狱里为他出谋划策，利用山海集团的力量为他扫除所有的障碍，就凭他怎么可能在短短3年之内就将濒临破产的家族推上如今的地位啊？阿笑，翟老爷子在世时劳我改邪归正，对我有再造之恩，没有他就没有我荣向海的今天。这份恩情我荣向海记一辈子。荣爷，这3年来，至于婷婷等了我3年，对我有情于理，于情于理，我也应该扶持翟家，对婷婷好。之前山海树敌太多，我隐瞒身份是为了保护婷婷。如今山海集团已是商会之首，3天后的万商大会正式亮相，从此和婷婷权势共享。荣爷，既然您主意已定，我就不多说了。这是您的印章，山海集团掌权人的信物，上校物归原主。请荣爷收印。都起来吧。阿笑，你带兄弟们回去，好好安排这回的万商大会。是。哪来的叫花子？滚一边去！别脏了我们翟总的地儿！是你，荣向海，你出狱了？刚放出来就死皮赖脸找上门了，是来找翟总要钱的吧？这里是我家，我回自己家，有问题吗？让开，我要进去。找翟总，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配吗？我们翟总现在什么身份？
咱海城最炙手可热的美女企业家，商业新贵，而你现在就是个废人，连给翟总提鞋都不配。你要是个男人，就该识相点，认清你和翟总之间的差距，别再死皮赖脸给翟总抹黑。我最后再说一次，我要见我的妻子，让开。这人是谁啊？穿的那么寒酸。妈，他是不是荣向海？怎么这么快就出狱了？闭嘴，别让你新姐夫听见了。婷婷，老住口！跟我来书房。婷婷，婷婷，你怎么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让你不高兴了？你告诉我，我现在就……荣向海，我们离婚。婷婷，你开玩笑的吧？我没开玩笑，签字吧。条件你来开，我尽量满足。对于现在的你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现在的你我，什么叫做现在的你我？现在和以前有什么区别吗？3年前，是你跪下来求我，让我替翟汉顶罪。你说他是翟家独苗，进去了就完了。你说过会等我出来的，可现在你竟然要跟我离婚，为什么？婷婷，你告诉我为什么？好了，不要再提以前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3年，你进去了整整3年，我早就已经习惯了没有你的日子。还有，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再看看我们是一个世界的人吗？向海，看在我为你守了3年的份上，你放了我吧，我们好聚好散。姓荣的，你现在一无所有，以后背着案子在海城，怕是连个正经工作都找不到。你赖着不离婚，难道想以后扒着翟总吃软饭啊？一无所有，吃软饭？婷婷，你也这么想我吗？怎么想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就是事实啊。这是万商大会的请柬，我舅舅刚派人送了。哦，对了，这位荣先生，听说你今天刚被放出来，真是辛苦。要不要我和婷婷晚上给你办个结婚宴？毕竟也算是旧人。谢谢你，李凡。要不是你从中斡旋，翟家不可能拿到万商大会的请柬。只要能进万商大会，我敢保证，翟氏会再进一步。某些人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这才叫做实力。只有像小王总这样能够解决问题，为翟氏带来助力的男人，才配站在翟总身边。像你这样进去3年，只剩一身晦气的废物，就该马上签字，以后离翟总远远的。他助力，翟氏能从3年前濒临破产的末流，到如今跻身海城新贵之列。要不是我在背后为你扫清障碍，你以为你能有今天？哎呦，靠你！荣向海，你脑子坏了吧？这3年是小王总，是王家一次次伸出援手，陪翟氏渡过难关，帮翟总解决问题，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就是我。荣先生，我非常理解你，刚出来想要在婷婷面前
挽回颜面，证明自己不是废物。但是也不能凭这一想胡说八道吧？这只会让婷婷更加痛苦难堪，何必呢？一想胡说八道，王立凡，你敢不敢看着我的眼睛，摸着自己的良心说，这些年是你替翟氏解决危机的吗？荣夏海，你够了！你不要再闹了，你现在就给我滚，滚出去！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今天你就算说破天，这婚我也离定了。我们之间难道真的没有转圜的余地吗？你知道不知道？那3年里，只剩我的一直都……别再提那3年了。我承认，翟家3年前对不住你，我记着行了吧？记一辈子。我不是那个意思。够了，把字签了，我会给你一笔钱，足够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这是我对你最后的保证。在这之后，我们恩怨两清。钟先生，人要识时务，今时不同往日了。婷婷现在是整个海城最受人瞩目的商业新贵，她需要的是能够理解她、帮助她，带她飞上更广阔天空的伴，而不是像你这样只会拖累，甚至成为她人生污点的累赘。放手吧，对你、对她都好。听听，小王总这境界，这才是真正的为翟总好。天哪！天使之翼，上周刚在海城拍卖会拍出高价。翟总，小王总对你真的好。婷婷，这个天使之翼是我特意拍下来的，只有你才能配得上它的璀璨华美。我希望你能带着它去参加万商大会。小王总这礼物真有新意，不像某些人进去3年，现在浑身上下还能买一个铁片子吗？谢谢你，李凡，替我带上吧。好，哼，如你所愿，这个字我签。夏海，今天是你生日吧？我差点忘了，送给你。哇，好看吗？好看，谢谢。这张卡里有500万，拿上它，离开海城，重新开始。这卡我不要了，我只要它。500万不要，要那个垃圾。荣向海，你该不会是想以后继续纠缠翟总吧？既然已经签了字，就不要再纠缠了，我们就断得干干净净。水晶球你拿走，以后再也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好，我荣向海今天在此立誓，从今往后和翟婷婷恩断义绝。以后我要是纠缠你翟婷婷半分，就天诛地灭，不得好死！对不起，李凡，
我刚刚是演戏，为了让他彻底死心罢了。站住！怎么，自签了？你手里拿的什么？不会是偷我们家婷婷的东西吧？我就说你这废物，手脚不干净吧？既然签了字了，还想捞我们家油水？你做梦吧你！就是，我们家婷婷心软，我可不是吃素的。拿来！刚放出来就跑到我姐这来打秋风，脸皮比城墙拐角还要厚。我劝你啊，趁早拿出来，否则打死你这个臭要饭！闭上你的臭嘴！离婚协议我已经签过字了，你姐的钱我也一分没拿，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至于亏欠，翟翰，3年前是谁替你扛下罪名？是我荣向海。我对你们翟家没有半分亏欠，只有你们欠我的，懂吗？放你娘的狗屁！少给老子扣屎盆子！当年是你自己犯贱，我姐说几句好话，你就给我当替死鬼。活该！老子求你了吗？我拿刀架你脖子上了吗？我呸！就是一舔狗吧！好一个活该，好一个犯贱！翟翰，果然你们翟家都是一屋子狼心狗肺！妈，这王八蛋骂咱，真是反了天了！你个下大狱的贱种，居然敢骂我儿子！把袋子给我，把偷的东西给我拿出来！拿出来！妈，妈，杀人了呀！这个挨千刀的呀！你居然为了一个破水晶球，你居然打老娘，真是没天理呀！姐，婷婷，快，报警！抓这个杀人犯呢！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他居然要打死我！荣向海，你对我妈做了什么？荣向海，刚出来就对长辈动粗啊！看来你还是没被改造好啊！就是忘恩负义。翟总，这下你看清他的真面目了吧？他肯定就是刚刚没有讨到好处，出来就拿老夫人撒气。婷婷，你得给妈做主啊！这杀千刀的，我看他可怜，我想着曾经也是一家人，我就多关心了他2句，结果他就像一个疯狗一样扑过来，他打我！哎呀，我的腰，我的腿啊！姐，报警，让他滚回去吃牢饭。荣先生，虽然你身份低，但最起码你是个男人吧？这样欺负老弱，实在令人无耻。小王总，你不知道，他这样就是心理扭曲。幸亏翟总跟他离婚了，不然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荣向海，你怎么敢？翟婷婷，之前那巴掌我忍，是因为你是我妻子，但现在你我夫妻情尽。哎呀，就连最后这点念想也都没有了。你要是再敢打我，后果自负。喂，我没有推你妈，这件事我只说一遍，你爱信不信？你的意思是，我妈她故意摔倒来诬陷你？事到如今，我看你还是满嘴谎话，你真是无可救药！给我滚！现在给我滚出我们家！认清现实吧，荣向海，你和我们
注定是两个世界的人。我和婷婷也注定会携手登上你这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峰。我劝你，别再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在这狂吠，这人笑话了。好，翟婷婷，记住晶晶的选择，希望以后不要为晶晶的决定痛与生。一个破水晶球擦这么认真啊！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叫人给你送一沓来。这可是你送我的第一件生日礼物，意义不一样。哎呦，婷婷，你不会还惦记那窝囊废吧？听妈的，忘了他，好好跟厉凡过。只有他们王家才能让我们家飞黄腾达。哎呀！你忘了你爸临终的遗言了吗？他要你光耀门楣，你千万不能辜负他的遗愿呢。知道了，妈。容颜，你要是心情不好，这晚上大会啊，我叫他们散了。哎，忙你的去吧，记住，千万不要透露我的身份。是，容颜。厉凡啊，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山海掌舵人，可是连你父亲都要仰望的存在。今天他正式宣布回归，这可是天大的事儿。我负责会场，务必确保万无一失，争取给他好的印象。今天你好好表现，要是得到那位的青睐，以后前途不可限量。知道了，舅舅。那山海掌舵人什么来历？很厉害吗？山海集团从一个寂寂无名的小公司，发展到如今的庞然大物，万商大会之首，全赖背后那个掌舵人的谋划。就连上校上爷带的那帮兄弟，都给他玩弄于股掌。但凡对他有不敬之人，无不落得家财散尽、妻离子散的下场。这么厉害？放心吧，舅舅，一会儿啊见了面，我一定好好表现。荣向海，他怎么会在这儿？荣向海，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这儿怎么活得不耐烦了？李凡，这小子你认识？之前见过几面，一个蹲了3年大牢，刚被放出来的社会渣子。什么？你有邀请函吗？谁放你进来的？说！切！舅舅问你话呢，要不要？质问我，你们还没有这个资格。你，舅舅别被他唬住了，这个人就是个废物，根本没有资格来参加万商大会，肯定是使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偷溜进来的。哼，小小蝼蚁也配在这儿？你的出现是对所有贵宾的侮辱，更是对山海集团掌舵人的侮辱。来人，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给扔出去！招人，你最好想清楚，待遇负担不起。哼，好大的口气！我倒要看看，收拾你一个蝼蚁能有什么代价。既然你上门找死，那我就如你所愿，收了你这条贱命。胆敢对山海不敬，就废了他，以儆效尤。废物，一起上啊！山海印，吃山海印者
掌山海集团。你是？山海印，那不是代表山海掌舵人的东西吗？你到底是谁？这山海印，你从哪儿得来的？懂了吗？就是问你话呢。捡回来。姓荣的，算老几还敢命令我？信不信现在把你的破印章踩得稀巴烂？我说捡回来，现在立刻！向海，你找死！我弄死他！王立子，你会为今日的言行付出无法想象的代价。代价？姓荣的，你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知道今天是谁的场子吗？山海集团。而我舅舅拜的是山海上校上野守山一把手人哥的码头。别说今天骂你两句，就算今天在这儿把你打死，谁会说什么？谁又能说什么？人哥是吗？很好。哼，怕了吧？舅舅，你看他那怂样，怎么可能和山海印扯上关系？我曾有幸远远的见过一眼山海印，倒是和这个有7、8分相似。肯定是假的。他叫荣向海，一个蹲过3年大牢的废物，昨天刚被放出来，就去前妻家里打秋风，现在又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个假印章，来这儿骗好处。居然用假印章来骗人，这是什么人？这么可怕！假印章。姓荣的，你该不会以为拿个假印章出来就能冒充山海的掌舵人了吧？难不成你把我们在场所有人都当成傻子了吗？就是把我们当傻子了吗？冒充？如果我说我就是那位掌舵人呢？大胆，无知小儿，他也是你能随意攀扯的？吴向海，你可真是活腻！知道今天是谁的场子吗？在这儿的事儿，我看什么时候了？你，一凡，一凡，怎么回事？他怎么会在这里？这是……脏啊，婷婷，这个还不知道是荣向海从哪个垃圾桶里翻出来的？别碰，晦气！一凡，到底怎么回事？荣向海怎么会来这儿？这还用说吗？一是他贼心不死，为了纠缠你，他伪造了个假印章，带来了万商大会。荣向海，你疯了吧？翟总，他肯定就是故意搅局，想害死你和翟氏。荣向海，离婚协议已经签了，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我都不可能再回来，更不会给你机会再继续纠缠你，影响到翟氏，你死心吧。纠缠你，翟婷婷，你别自以为是了。今天我来，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怎么可能没关系呢？你是我前夫，为了不跟我离婚，就拿着假的山海印出现在这。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就是在给翟氏抹黑招祸？荣向海，我告诉你，今天是山海集团掌权人正式宣告回归的日子。如果你在这惹了麻烦，我也救不了你。不过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我劝你现在赶紧走，否则的话，后果自负。不知所谓。哎，不能让他就这么走。如今这印的事儿人尽皆知，我得弄明白，不然让仁哥知道，可不好交代。说，你这假印从何而来？谁帮你伪造的？最好老实点，一五一十的给我说出来，否则别怪我心狠手辣，打断你的腿！
真是活久见啊！第一次看到敢冒充山海集团那个活阎王的，真是不知死活啊！李总，赶紧把他赶出去，免得害了那位大人物的眼。喂，爸。是，我知道会场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你放心。我明白，我今天一定让那位高兴，我保证拿下和山海集团的合作，绝对不丢您老的脸。还愣着干什么？把他给我拿下！等大会结束过后，我再好好招待你。李从山，我劝你做事最好三思而后行，有些事儿做了就没有后悔的余地。孝哥放心，万无一失。负责此次大会安排的是李家，他们有求于三海，必定会使出浑身解数。哦，李家？对，就是盘踞海城多年的老牌豪门李家。可惜啊，后继无力。这几年产业僵化，死水一潭，一直削尖脑袋想搭上我们山海的大船呢。尤其是李家的李从善，正想着靠这次万商大会的功劳，拿下跟咱们的合作项目，盘活李家。嘿。干好事，容易要是伤了半个毫毛，你这辈子不要在上海混了。我们走。还三思而后行，郑龙呢？都死到临头了，还在这装腔作势吓唬谁呢？你就和这烂萝卜章一样，永远都上不了台面，只配待在垃圾桶里头，发烂发臭。王立凡，希望王家倒了之后，你还能像今天一样硬气。兔崽子，给你脸了，敢说我王家？这只手，不要！啊！我的手！姓龙的，别想活着出去！起来，给我打断他的腿！给我住手！姓龙的，自今天要打断你的腿，像狗一样跑！王立凡，你好好记住，日后王家覆灭都是你一手造成的。好大的口气！我李王两家盘踞海城这么多年，我头一次见到像你这种嚣张的无知小儿。天哪，太大胆了！简直不可相信。荣向海，这事情没有那么大，你赶紧走，再晚我真就救不了你了。立凡，你今天就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他吧，以后我好好补偿你。李总，不好意思啊，他刚从牢里出来，什么都不懂，你大人有大量，放他一马吧。翟婷婷，我不用你给我求情，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没有离婚，你根本不需要像现在这样对这种人低三下四，你本可以成为这个会场最尊贵的女人。荣向海，你不要再做白日梦了，离开海城，重新生活，找一个安分的女人好好在一起，忘了我吧，这对你我都好。姓陈的，听见没？婷婷让你滚呐！她对你仁至义尽了，你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就是一个背着案底的废人，还想肖想翟总，赶紧滚，别再来烦他。看在婷婷和厉凡的面上，不跟你计较。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再打搅万商大会，别怪我心狠手辣，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都愣着干什么？没听到我舅舅的吩咐吗？把他给我丢出去，确保再也进不来了。住手！快撤！容爷，属下来迟，请容爷责罚。容爷，是属下安排不周。
帮不开眼的狗东西冲撞了你，属下罪该万死，请容爷责罚。请容爷责罚。居然是容颜，他真的是容颜，不是装的。就容颜，难道真的是？不会吧？他是容颜，是容颜，都起来吧。少爷，您这是在开玩笑吧？他就是个废物，怎么可能是？舅舅，天哪！小善，谁给你的狗胆，敢给我们容颜不敬？容颜，求您开恩，是我有眼无珠，求您别跟我一般见识。仁哥，你帮帮我呀！滚开！容颜，是小的疏忽，才让如此小人有机会顶撞你，请容颜责罚。林仁，你御下不严，从今日起暂离集团工作，日后好好想想该怎么做事，什么时候想清楚，什么时候再开始。是，谢谢容颜宽宥，谢谢容颜宽宥。这下子是完了，彻底完了。不可能！不相信！一个刚出狱的废物，被婷婷给扫地出门的垃圾，他是假的！你们别被他给骗了，他是假货！上校，王立凡对山海印不敬，传我令，即日起，王家海城除名。是。除名。向海，少在这装腔作势！你以为你是谁啊？就凭一个刚起来几天的上海，你还真以为你是海城的天了？想让我王家除名？呸！做梦！人家在海城，蠢货！容颜，山海令在此，请您息怒。一个不知所谓的废物，他年纪小不懂事，被猪油蒙了心才冲撞了你。希望你们看在我李家为整个大会鞍前马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给我们一次机会吧。跪下，给他们磕头认错，快！舅舅，山海这几年岂是事吗？但咱也不至于怕他们吧？说江海，就算你是山海掌舵人又怎样？我这也不是吃素的，真碰上，你死谁手还不一定呢。小王主不好啊！我们所有的合作方刚刚全部单方面宣布终止合作，连正在运输出租的货物都被原路退回了，我们被全面封杀了呀！怎么可能？谁？到底是谁？小王总，救命啊！我们的资金链断了，就在刚才，小心，政府已经被冻结了，皇家要破产了！是你，容颜，容颜，我错了，容颜，我真的知道错了，是我有眼无珠，是我猪狗不如，容颜，你给王家一条生路吧，啊，容颜，容颜，只要你愿意网开一面，不再追求王家，我把翟婷婷还给你，对，我把她还给你，我以后离她远远的，我求你了，求求你了，王立凡，你拿我当什么？当你是什么？翟婷婷，要不是这几年你在商场上风头正盛，我王立凡能看上你个残花败柳？也是我犯蠢了，也是我蠢。一个被三言两语就能哄得团团转的女人，怎么可能在3年之内将翟家发展到如此规模？翟婷婷，你就好好想想吧，这几年你靠的是谁？不就是那个亲手推开还狠狠踩一脚的容颜吗？一个靠着潜伏阴蔽爬上来，还忘恩负义的贱人，还让我王立凡
为了你葬送整个王家，呸！翟氏能从3年前濒临破产的末流，到如今跻身海城新贵之列，要不是我在背后为你扫清障碍，你以为你能有今天？他说的都是真的。翟家这几年，每次遇到危机，都是你在背后帮我。你说话呀，荣香海！翟总，我们荣业在监狱在，无时不刻在为你们翟氏规划。我们山海集团利用无数的资源和人脉，将你们翟氏从濒临破产的家族推向如今的地位。若不是我们荣业，就凭这些冒领功劳的跳梁小丑，还有您那些微弱的本领，你们翟氏早就被吃得连口渣子都不剩了。香海，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说过，翟婷婷，我说过无数遍，可你信过我，哪怕一次。我在你书房里，我早就跟你说过，是我帮你扫清障碍，可你却以为我发疯了，垂死挣扎，想要挽回颜面。可如今，他王立凡为了活命，亲自揭破谎言，你就彻底信了？不，香海，是我错了，是我没有相信你，香海，我是爱你的呀，香海，你要是早点告诉我，你走入山海集团，我们不会走到现在这一步的。爱，柴婷婷，你爱的究竟是我荣向海这个人，还是我今天拥有的财富权势？你自己分得清吗？不是的，我当然爱的是你这个人，只是婚姻没有那么简单。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够，别再说了，我帮你，帮助翟家，扶持翟氏走到今天，完全是为了报答翟老爷子当年之恩。事到如今，这人情不也算还清了？从今往后，你还有翟氏，好自为之。不香海，我们一定可以和好的，对不对？我们可以和好。翟婷婷，你忘了你逼我发的誓了吗？我荣向海言出必行，也希望你日后自重，别再纠缠。哎，容颜，再给一次机会吧！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您大人有大量，给王家一次监顾赎罪的机会。容颜，求你了。容颜，立凡年轻气盛，不懂事儿。不过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我们李王两家在京城也算经营多年，我有实力。要是容爷不计前嫌的话，我们三家可以携手合作，以山海为首，我们李王两家为助力，走出全国，放眼全球也大有作为啊！这才叫强强联合，共赢之道。不知容爷意下如何？强强联合，就你们也配？容爷，话不能这么说吧？我李家在海城也盘踞多年，根深蒂固。虽然你们山海近几年发展势头很猛，但是根基尚浅。若是有我们李王两家这样的世家相助，那岂不是如虎添翼？强强联合总好过你们单打独斗吧？王立凡，2年前你利用王家权势强抢城东那块地皮，还逼死跟你竞标的对家，导致资金链断裂，楼盘烂尾，坑害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你还记得？你怎么知道？是他们干的，他竟然干这本事，大家都让他们，这也太坏了。还有你这一从善，1年前的旧城镇后安置房工程，就是你主导负责的吧？为了中饱私囊，你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就连承重墙都敢用空心砖来糊弄。你有没有想过，这种豆腐渣工程会带来多大的安全隐患？还是在你的眼里，灾民的命连蝼蚁都不如吗？怎么样，你们干的好事可不止这些，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荣向海，强龙不压地头蛇，你信不信？我们李王两家联合起来，就算你山海势头再猛，在海城你也寸步难行。对，荣向海，非要把事情做绝，把人往死路上逼，这便是好过。
海城的水深着呢，你这尊泥菩萨小心普度众生不成？也差点被淹死。匹夫汗水，不自量力。上校是，把李从善、王立凡这些年利用家族世袭违法操作草菅人命的证据整理好，报了案。就你干的这些事儿，这牢饭吃到下半辈子了。荣爷，我这就去办。给我毁了他！放开我！放开我！荣老板，好大的架势啊！爸，这个荣向海他想害死我们李家！外公，荣向海想让我坐牢，外公救我啊！外公。年轻人做事别太绝，小心折了自己的腰。荣老板，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不过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两个不成器的东西今天冲撞了你，确实该死。我替他们给你赔个不是。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和气才能生财。荣老板的山海如今正是大展宏图之际，何必为了这些小事大动干戈，伤了海城商界的和气呢？这位是李家家主李全记。这样吧，荣老板，今天看在我的面子上，高抬贵手放了他们，算是给我李全记一个大大的人情。日后若是荣老板用得着我李家的时候，李家定会鼎力相助，如何？李家主的面子恐怕不够大。哇，居然李家的面子都不给！天哪，这可是李家呀！他们犯下的可是法理难容、祸国殃民的罪行。李家主觉得，您所谓的这点面子，能弥补得了那些被害者们的血泪吗？这李家真是罪该万死啊！外公，哎，居然是这样。荣老板，我李家在这海城屹立几十年，靠的可不只是面上这些。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还年轻，我劝你识相点，得饶人处且饶人。哦，若我偏不饶，你又能怎样？若荣老板如此不识抬举，别怪我请出我背后的人，好好教教你什么是天高地厚。哇，这个荣老板真是厉害呀，这都不怕。好，那李家主不妨说说，让我们一起长长见识。您口中那位了不得的背后之人，究竟是谁？好，荣老板既然执意要问，那老夫也不再藏着掖着。我李家背后如今站着的，乃是全国首富燕城刘家，乃是如今刘家家主刘山河的枕边人黄英夫人。哇，黄英夫人，那可是黄英夫人呀！燕城刘家，那可是盘旋在国内商业金字塔顶端的家族。那黄英夫人可是如今刘山河身边唯一的女人，还育有子嗣，其在刘家的地位深不可测，难怪李家如此有恃无恐。荣老板，只要黄英夫人一句话，你这根基尚浅的山海集团灰飞烟灭，也不过是一眨眼的事情。事到如今，你还要继续坚持不让步吗？黄英，就他。
也被称一声夫人，不过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三罢了。你居然敢说黄衣夫人是小三！狂妄小儿，你怎么敢？你怎么敢对黄英夫人如此不敬？你这是找死！还黄英夫人，李老头，我看你们李家是越活越回去了，拽的跟个258万，我还以为你们真能拿出什么像样的人物，结果是他呀，就是一个见不得光的情妇吧，靠着钻男人被窝得了那么点名气，跟刘山河那个吃人绝户的凤凰男一样，令人作呕。天啊，连首富刘山河先生都敢骂，山海集团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呀！上校这态度，难道山海集团不仅仅是他们几个小喽啰攒起来的？他们背后难道还有比燕城刘家更厉害的力量存在？荣烨，不好了，老爷出事了！你说什么？谁出事了？荣烨，请您节哀，消息我确认过了，是真的。半个小时前，您父亲在前往机场的路上遭遇严重车祸，来不及抢救，当场身亡。看来是我想多了，荣向海还是被刘家震慑住了。荣老板，你怕了？现在知道黄英夫人的厉害了吧？知道得罪刘家的后果了吧？现在服软，放过我儿子和外孙，好好跪下请罪，再把山海集团的股份给我李家70%，或许我还能在黄英夫人面前替你美言几句。闭嘴！你冲我吼也没用。李全记，再敢多说一句，我今天就让你们李家跟王家一样，在海城彻底除名，灰飞烟灭。我们走。是。夫人节哀。当务之急是2件事，其一，我要以刘山河未亡人的身份，高调为他办葬礼，要全燕城的人都知道，我黄英才是他唯一的妻子，季宗是他唯一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好的，我一定办好。其二，立即启动遗产清算程序，将集团名下所有股权、房产、存款、收藏品，一切的一切都必须是我和季宗的。夫人，那静海少爷，他可是刘董的亲生骨肉，而且还是长子，更是婚生子。虽然现在查无音信，但我们也没找到尸体。吴健，我跟你说，没有万一。当年那场车祸，车子都已经被烧成了一个空架子，还有一个半大的孩子，怎么可能还活着？况且山河在生前说过无数次，他的一切都是留给我和季宗的。那对短命的鬼母子早就被忘得一干二净。如今你只需要按我说的做，不要再让我听到那2个晦气的名字，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荣烨，燕城那边传来最新消息，刘继宗和黄英明天就要给刘山河准备葬礼了。荣烨，你有什么打算？刘家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刘山河和黄英从夫人那抢过来的，他们本来就应该还给你。荣烨，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上校还有咱山海的兄弟都为你马首是瞻，绝无二话。好。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没有离婚，
你根本不需要像现在这样对这种人低三下四。你本可以成为这个会场最尊贵的女人。我帮助翟家扶持翟氏走到今天，完全是为了报答翟老爷子当年之恩。事到如今，这恩情我也算还清了。好，我荣向海今天在此立誓，从今往后和翟婷婷恩断义绝。以后我要是纠缠你翟婷婷半分，我就天诛地灭，不得好死！原来这么多年，我引以为傲的成就，都是向海在背后为我苦心铺路，而我却亲手把他推开。向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向海把我拉黑了。向海，我不会就这么放弃，绝对不会。你们两个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这是我们两家最后的翻身机会。看见没？待会儿好好表现。攀上黄英夫人跟季宗少爷，若能借上他们的势，弄死荣向海，易如反掌。到时候，他的山海集团就是我们的了。外公，我们该怎么做？等走完葬礼流程，你们就凑上去。李凡，你把荣向海如何欺辱我们两家，尤其是他如何辱骂黄英夫人的事，好好添油加醋的给说了。外公放心，我一定会让黄英夫人知道，荣向海那个狗崽子有多嚣张，有多该死。哎，山海集团如今发展势头这么猛，黄英夫人会为了我们出手吗？夫人最忌讳别人说她是小三，荣向海竟敢当众辱骂，夫人岂能容他？你们俩等会儿在夫人面前好好表现，李王两家的生死存亡和兴盛衰败就在此一举。哎，爸，听说刘山河还有个大儿子，今天怎么没看到啊？蠢货，闭上你的臭嘴，这可是刘家的禁忌。记住，千万不要在夫人面前提起他。等过了今天，刘家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胡部长，时间差不多了，准备宣读遗嘱吧。各位来宾，感谢莅临刘山河先生的葬礼。现在由我刘先生生前指定的唯一遗嘱执行律师吴健宣读其生前留下的唯一一份有效遗嘱。本人刘山河资立遗嘱如下。慢着！你他妈谁呀？谁给你狗腿，竟敢擅闯我爸的葬礼，还不赶紧滚出去啊！你聋了是吧？老子让你滚！你到底是谁？吃了豹子胆敢在这儿撒野，就活腻歪了！放开我儿子！你们这些不长眼的东西！妈，你放开我！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如今刘家的女主人。刘家真是越活越回去了。什么时候，一个登不上台面的小三和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野种，也有资格当家做主，主持家主的葬礼？
你算什么东西？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一条野狗，凭什么冒充我？我杀了你，把你扒皮抽筋！我杀！你敢打我？一个野种打你还需要挑日子吗？陆江海，太过分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这个人名叫荣向海，不久之前刚被放出来，本身就是小混混出身，在海城的时候就已经劣迹斑斑了，带着这帮乌合之众，掌握有些三脚猫的功夫，成立了一个山海集团，又搞了一个乌烟瘴气的万商大会，在我们海城横行霸市已经好几年了。哎，不错，老夫也可以证明，这厮心狠手辣，在海城恶意构陷我儿从善和外孙厉凡，妄图吞并我李王两家的百年基业，恶劣行径令人发指啊！是啊，黄英夫人，季宗少爷，这个人心思狡诈，这次又来到刘总的葬礼闹事，我看啊，八成是算计上刘家了。好啊，一个刚被放出来的下三滥，还敢跑到我刘氏灵堂闹事！我以为是个什么人物，原来是个废物。姓林呐，你现在给我跪下道歉，否则我会让你还有你那个什么狗屁山海集团在海城，不，在全国都不会再有立足之地。向海，别胡闹了，刘家不是你能惹的。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从来都不信我。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荣向海，原名刘继海，是刘山河与其发妻荣婉瑜之子，刘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啊！什么？他是刘继海，刘家那个大儿子？不可能！你在撒谎！他早在10年前就死在那场车祸里，当时车子都被烧得只剩一个空架子，我还有很多人都亲眼看到了。对呀，当年那事儿闹得挺大的，我记得报纸都报了好几个月呢。当年那场车祸，车子爆炸前我就被甩出去了，捡回一条命，可以说是老天爷不想让我死。凭什么？凭什么这个小贱种命这么大？10年了，居然还要回来跟我们母子抢家产！胡说八道！你胡说八道！你要真是刘继海，那为什么这10年都不回刘家？偏偏等到我爸走了，你才跑回来认亲？你一定是冒充的！刘少夫人，这个荣向海啊，之前在海城就撒谎成性，今天来这儿肯定又是想趁着葬礼浑水摸鱼，简直不可饶恕！刘少夫人，赶紧找人把他们抓起来！好啊，我爸刚死，你们这群不长眼的，正欺负到我和我妈头上，真当我刘家没人了是吗？来人！天哪，这是护卫刘氏家主的那对核心保镖，听说都是国外佣兵出身，下手可狠了。这人呐，今天得倒霉喽！老子今天就教教你，什么人能惹，什么人惹不得。怎么样，怕了？要不这样吧，你现在给我下跪磕头道歉，然后跟你的这帮手下在这血狗爬一下，我或许能留你一个全尸。刘少，跟这种货色废什么话呀？剁碎了喂狗都算抬举他。要是早听劝呢，你们何至于闹到现在这个地步啊？荣老板，老夫早就跟你说过，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偏不信。你看，向海，别意气用事，刘家势大，你斗不过他。刘继宗，你一个私生子，也配让我道歉？刘继宗最忌讳别人叫他私生子了，这人不要命了吧？找死！给我打！给我狠狠的打！让他们今天有
来无悔。对，让这帮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好好知道知道得罪刘家的下场。是。哎呀！天哪，厉害呀！不可能啊，这么厉害啊！我们家的保镖是全国最强的。哎呀，你们这群废物，赶紧给我滚！哎呀，儿子，别怕。荣相，你今天要是敢动手，我以后接管刘氏集团，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继承家产，刘继宗，只要有我荣相海一天在，你还有你妈，想都别想。放肆！你一个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的野种，也敢冒充是刘氏的血脉，在此大放厥词！就是，刘氏产业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外人指手画脚了？皇英夫人一直不认他，这人该不会真是西北货吧？放屁！我容颜明明是正统，你个狗腿子还挺忠心的。如果他真是刘家大少，怎么连个实质性的证据都拿不出来啊？荣先生口说无凭，你要想认刘家这门亲，你还是要拿出证据来。容颜，好，证据是吧？我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哎，干什么？不许动！哎呀，他在干什么呀？他怎么能这样？贱人，好大的胆子！棺材为什么是空的？把我爸藏哪去了？说！山河生前一直都是一个体面的人，这次车祸把他的遗体弄成那样，这人生最后一程，我真的不忍心就让他这样走。荣相海，你放开我妈！荣相海，你他妈欺负女人，你还算个男人吗？我一个女人家，我除了提前火化她，我还能做些什么？都化成灰了，还怎么做 DNA 啊？就算是亲生的，这也死无对证啊！你又何必难为他们孤儿寡母呢？山河，你怎么走得这么早，留下我们孤儿寡母，无依无靠？你这尸骨未寒，这有人就找上门来欺负我们母子了。荣相海，你太过分了，连个死人你都不放过。龙先生，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不管你是不是刘金海，事已至此，都死无对证。刘家所有的一切，永远都是我和季宗的。您确定要提前火化刘董？万一……胡建，我最后一次警告你，没有万一，就按我说的做，提前火化，不能给刘山河在外面的野种一丝一毫的机会上门认亲，跟我季宗抢家产。是。黄英，你真以为把尸体火化了就万事大吉了？可惜。刘山河和我母亲荣婉瑜的 DNA 样本一直都保存在燕城司法鉴定中心。这不可能！荣婉瑜，她不是刘山河唯一明媒正娶的合法夫人吗？如果这事是真的，这鉴定书也是真的，那这刘氏集团不是要变天了？这不可能！这是假的，这一定是假的，一定是假的！你才是冒牌货，你根本没有资格继承我们刘氏。我爸的遗嘱早就立好了，他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我和我妈，你根本一分钱都没有。就算你是山河的孩子，在他临位前，怎么
闹事，也太过分了！哎，夫人，事到如今，你还等什么？继续宣读之前的遗嘱吧，也好让某些宵小之徒彻底死心。是啊，夫人，别考虑那么多了。刘董的遗嘱就是最好的证明。有些人，就算再闹，也改变不了白纸黑字的事实啊。是啊，皇英夫人，您这样一再忍让，反而让某些人他得寸进尺。我是不想在老刘灵位前弄得如此难看。哎呀，夫人，这都到什么时候了？您要再不说，老刘总在天之灵就更难安息了呀！妈，你还在等什么呢？非得让他欺负死咱们吗？快让吴处宣布遗嘱吧！罢了，吴健，继续吧。根据刘山河先生的最后遗言，他名下所有的股票和财产将由王英女士和刘继宗先生继承。刘继海，你妈荣婉瑜生前就争不过我，你也注定争不过我儿子。你们母子这辈子注定是我的手下败将，你只配当我儿子踩在脚下的烂泥。哎呀，这位荣先生，怎么说我也是你的长辈，就算不满遗嘱，你也不能动手打我呀！妈，你怎么样啊？妈，快起来！妈，大家快看啊，这就是荣向海的真面目！出狱的第一天就打伤了前岳母，连自己的小舅子都不放过，是不是啊，翟总？不是这样的。对，就是啊，这种人怎么比得过黄英夫人跟季宗少爷？如果真让他继承了刘氏，登上了我国商圈的金字塔尖，那我们底下这些人还有什么活路啊？哎呦，说的是这个道理啊！黄英啊，你跟在刘山河屁股后面20-30年，就学会了这点本事，你以为区区一份遗嘱就能够高枕无忧？真是太令我失望了。荣向海，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遗嘱都已经宣读了，你还在那死鸭子嘴硬？难道他还有后招？荣老板，听老夫一句劝，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强求不得。是啊，你看遗嘱都摆在这儿了，何必自取其辱啊？我看啊，就是某些人不见棺材不落泪。这是刘山河与我母亲荣婉瑜的婚前协议，协议上早就标明，荣氏集团股份永远都属于荣婉瑜及其血脉后人。现在说的是刘氏，你扯什么犄角旮旯的荣氏？是不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蠢货，不清楚状况给我闭嘴！怎么了，外公？如今的刘氏，前身就是荣氏集团啊！刘山河跟我母亲荣婉瑜结婚，入赘荣家，趁我外公去世，我母亲忧思难解之时夺权，这才有了后来的刘氏。你胡说！荣氏早就因为经营不善倒闭，刘氏是山河他自己。真的吗？黄英，看来刘山河没跟你说实话呀。这是国资委第147号令，经查，刘氏集团擅自更改经营主体程序违法，责令即日起恢复荣氏集团后人经营权所有权。爸，我们会不会押错宝了？黄英，小野种，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的？这次我又没能相信向海，站在他身边支持他。向海，对不起，你是不是怪我刚刚又没有信你？翟总，抱歉，之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结束了。不管你信或者不信，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各位，我在刘董身边工作近30年，据我所知，这份婚前协议是在荣夫人逝世前就已经遗失了。至于这位先生，他手上的这2份文件是否真实，还有待于考察。好吧，胆子也太大了，竟敢伪造红头文件！我现在就报警把你抓起来。我能100%证明，荣向海先生手中这份协议书完全真实，也绝对可信。居然是季行长，他怎么也来了？他居然给刘家的长子做保。季叔，您来了。鄙人是燕城纪氏银行的负责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黄女士，你应该认识我。季行长，您怎么来了？当年刘山河出轨黄英，且生下私生子刘继宗后，荣婉玉荣女士便将荣向海先生手中的协议秘密封存在我行。而我手中这份委托书，就是荣女士在20年前签下的。今天我可以将它物归原主了。季叔，辛苦您了，这里交给我，您回去吧。好。当年刘山河霸占荣家家财后，又被黄英这个毒妇挑拨离间，害得我母亲抑郁自杀。后来，黄英又对我多次下手，害得我不得不在10年前那场车祸中选择死断，改名换姓，以求生路。天哪！没想到这媒体形象这么光伟正的老刘董，居然是这样的人。黄英这毒妇也够可耻的，不仅鸠占鹊巢，还迫害人家原配的亲生子。像这种不堪为夫的人渣败类，我荣向海今天就跟他断了父子之情，也带我母亲荣婉瑜断了跟他的夫妻之情。今天起，我就以荣氏集团唯一继承人的身份，收回被那些无耻之徒窃取的一切。不行，刘家所有的钱都该是我的，只要他死了。去死吧！去死吧！小雨，小心！小雨，小心！去死吧！去死吧！你去死吧！杀人了！杀人了！小海，还好你没事。你别说话。小海，这么多年，我终于做对了一次，是我对不起你。上校，要去医院，亲自带人手，绝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快去！是，容爷放心。去死！你去死！故意杀人罪，最少10年，加上你之前做的那些伤天害理之事，刘继宗下半辈子就等着在牢里养老吧。送警局！不要！求求你，季总他年纪还小，他一时糊涂，你看在山河的面子上，放他一马吧。放他？黄英，那我问你一句，当初你对我和我妈痛下杀手的时候，有想过放我们一马吗？带走！你去死！你去死！你去死！都去死吧！完了，都完了！怎么了？王家完了，李家也完了！哎！阿爸，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你在地下看到我这么欺负你最心爱的情妇跟私生子，是不是很生气？可是你无能为力，就像14岁时亲眼看着妈妈自杀的我一样，很生气。
很伤心，但是无能为力。但那是14岁的我，不是现在的我。从今以后，你就好好看着我，怎么夺走你最看重的集团，怎么把你捧在手心里的情妇私生子踩在脚下。这次荣向海啊，准备得很充分，包括这次杀人未遂，还有过往咱们帮季宗少爷隐瞒的那些事，都被他们挖出来了。我要的是方案，不是报丧。夫人息怒，这次他们准备的证据链很完整，就算咱们集团的法律团队出席，也不可能让我季宗少爷无罪释放，至少也得判20年。荣向海这个小贱种，跟荣婉瑜那个贱人一模一样，阴魂不散。当年我一无所有都能整死那个了不起的荣家大小姐荣婉瑜，如今我照样能神不知鬼不觉将这个荣向海拿下。诸位，这是我以集团董事长身份以来召开的第1次股东大会。慢着，荣董，据我所知，你的履历可不是一般的精彩啊。荣董，别见外啊，我们也是为了公司发展着想，不得不慎重。听说你之前只是个混混，3年前还做虎头，最近刚放出来。这是属实。哎呦，这可是属于重大失误啊！我们怎么能让一个有案底的人当董事长呢？我们刘氏好歹也是国内企业的头牌啊！向海，为了集团的发展，我说什么也不能帮你瞒下去。进来吧。我推证明。李凡，你外公他已经被气到住院了，现在只能靠你了，给我们李王两家争取一线生机。你一定要好好听黄英夫人的话，帮他把荣向海拉下来，否则等他尚未完全长势，我们两家就彻底完蛋。舅舅，我知道的，我绝对不会让荣向海还踩着我们两家登上巅峰。向海，他就是个锱铢必较的人渣，当时就是李王两家意见不合，他就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破产。大家看看，这样的人能带领我们公司发展吗？为了各位股东的利益着想，我建议暂停荣向海的继承事务，并冻结他名下股权和资金。荣总，虽说你是老刘董和荣家的后代，但毕竟流浪在外多年，还养成了不少的坏习惯，我们怎么能放心把集团交给你呢？没错，公司经营可不是小混混抢地盘，万一你把我们带沟里，那损失可是不可估量的。上校，把我们之前调查的东西都拿出来。咱们公司可真是卧虎藏龙啊，不查不知道。罗董，你在国外开空壳公司，3年间通过虚假项目盗取公司集团13个亿。吴董，你更厉害，去年做假账转移公司资产高达25亿。荣董，求求你饶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对，是他，都是黄英这个贱人，他在背后使坏。否则我怎么敢跟您作对呢？对，龙董，都是吴健跟黄英在背后搞鬼，我们也是被蒙蔽了。求您放过我们，把我们当个屁放了。我们是经济调查科的，2位涉嫌巨额资产转移以及境外非法经营，请配合我们回去调查。荣董，都是误会啊！荣董，你听我解释啊！各位，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不用。今天是荣董第1次召开集团的会议，
别说这些有的没的，省得浪费领导的宝贵时间。对于荣董接手集团工作一事，我们都没有异议，全力支持，全力支持。还有之后的接任仪式，荣董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出，我等一定为您肝脑涂地。很好，我一向都不会亏待自己人，只要大家配合我，安分守己，往年分红照旧。荣董是干大事的人，我日后一定为您马首是瞻，有问题尽管吩咐。对，我们荣业用5年，把山海从一家籍籍无名的小公司做到了如今的行业龙头，万商大会之首。这盈利能力，佩服佩服！我相信把集团交给荣总，一定能再创辉煌。黄女士，吴部长，你们说呢？我当然支持你。啊，我没意见。很好，那散会吧。荣业，您为什么不爆出吴健跟黄英合谋转移集团资产的事儿，把他们一起送进去多好啊？少校，我再教你一点，对待难缠的敌人，不是要打倒他们，而是要彻底打死他们。各位都是陪老刘打下江山的老人，现在被一个毛头小子给骑在头上，真是……都是姓荣这小子，做事也太不讲究了。我女婿不就是在项目里拿了点回扣，他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查？还有我放在外面小孩的事儿，也不知道他怎么查到的。要被我家那母老虎知道了，绝对家无宁日。他现在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这么肆无忌惮。日后要是我们那些事就着播放，那还不知道逼我们干什么呢？俗话说得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是荣向海成年前精神科就诊的记录原件，还有现在的就诊记录。重度躁郁症，具有攻击和自残倾向，这是真的？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调出来的，够不够深？这些足以证明荣向海长期受精神疾病困扰，根本就没有能力掌管集团。诸位，只要你们助我把他拉下来，并且推举我为董事长，那各位今年的分红，我黄英保证翻3倍。3倍？那边什么情况？他们在流山河那个别墅里密会，买了您成年之前的病历，还派人伪造了清明的就诊记录，估计会在您明日的就任仪式上发难。将计就计吧，把吴健那些东西也都准备上。我很好奇，黄英那般蠢物，这次又能闹出什么新花样？各位，这是关于集团新能源2025年的战略计划。没想到新上来的董事长居然是个神经病，这可是个大新闻。对，我作为荣氏集团奋斗了16年、30多年的老员工，集团的法务部的负责人绝不允许这样的人来领导集团。对，他就是个神经病。之前就是因为我们家和他意见不合，就非要把我们家搞垮。你想想，如果让这样的人上台，以后掌握了刘氏如此庞大的力量，你们想想，我们还有什么好日子过？我跟我外甥不过就是和这位新上任的小荣总有点摩擦，他就捏造证据，非得把我们往牢里送啊！企业除了盈利，还要承担社会责任，怎么能让这种喜怒无常、有严重反社会倾向的人掌权呢？作为刘氏集团的重要股东，我提议立即启动紧急程序，剥夺荣向海对刘氏集团的掌控权，由刘山河先生的
魏王仁、黄夫人接任董事长。我这暴脾气，非得收拾这帮蠢货不可。上校，黄夫人在刘氏集团多年，跟着老刘董，为集团创造了诸多利益。黄夫人领导的南城项目给集团创造了20亿的利润，不管是人品、能力，王夫人都胜过这个忽然冒出来的小子100倍。小海，你是山河的儿子，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你争刘氏，只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老刘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就毁在你的手里呀！这让我100年之后下去了，怎么跟他交代呀？好一个情深意重的黄夫人，你可真是当代好女人的代表啊！我确实有过这方面的心理困扰。他自己都承认他自己神经病了吗？怎么能让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去掌握刘氏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呢？我建议让荣向海下台。我去看病，是因为我亲眼见着我的母亲荣婉瑜女士被刘山河及其情妇黄英活生生被逼成严重抑郁，在我面前跳楼自杀而死。荣氏集团大小姐刘山河原配夫人，居然是这么死的。当年传闻说她因病器官衰竭而亡，没想到这豪门水这么深。感谢这位记者说了一句公道话。荣董，既然承认你精神有疾病，那我劝你下来。毕竟荣氏集团在全国商圈金字塔尖般的存在，不是你小打小闹山海能相比的。我刚才说的精神困扰，只存在于我未成年前，而这些都是伪造的。行了，荣向海，赶紧下来吧，有病啊咱就得治，你可不能讳疾忌医呀。对呀，小荣总，你可不能为了贪恋权势，害了我们整个集团呐！刘氏集团关系着全国几十万家庭的饭碗，更关系着地方财政税收，不是你在这里释放精神压力的玩具，不能以你的私心带着大家冒这个险。吴健、王英，你们确定还要跟我继续作对吗？你敢威胁夫人，我告诉你，赶紧退下去，对集团好，对你更好。好一个深明大义的吴健，吴部长。价钱不是问题，把荣向海的假病历书弄好了，决定要让他在就任仪式上身败名裂，好脑袋被扣上神经病的帽子。这是违法的，万一被人发现我……怕什么？一切都有黄夫人守着。小夫人彻底掌握刘氏集团，卢副院长，你的前途不可限量。伪造录音，我要报案！你这是诽谤！小海，你怎么能这么做呀？吴健，他勤勤恳恳为集团工作了30年，你为了争权，你这样诬陷他，你太过分了！我们这些为集团奋斗了30多年，你这样来诬陷我们真是寒心呐！从此以后，谁还能为集团的发展鞠躬尽瘁？各位，我吴健在集团勤勤恳恳工作30年，你从不敢有一步行差踏错。今天遭到你的侮辱，我绝对会我自己讨回一个公道。好，你要公道是吧？公道来了。啊！吴健，现有确凿证据证明，你涉嫌伪造、财物造假、利用职务、恶意侵占以及转移巨额财产等多项罪名，请配合我们回去调查。带走。是你举报我！黄英，这只是个开始，我会让你尝尽我母亲当初的所有付出，我会让你眼睁睁看着你所看重的一切，你所依仗从你面前消失，你可千万别死，好好等着我的报复。
前刘氏集团法务部部长吴健因涉嫌多项经济犯罪，今日正式被评污，或将面临数十年。荣向海，你这个小贱种，我黄英绝不会坐以待毙，被你打败。上校，怎么了？荣烨，刹车坏了。看来我还真是招恨呢。荣烨，我这就着人去调查。翟婷婷醒了，咱们先去医院。荣烨，有结果了，司机老周招了，是黄英的人，给了他200万。和我当年的车祸手法一样，这个黄英果然还是10年如一日，毫无长进。上校，全面监控，查查当年我母亲离世，他有没有直接下手？是。向海，哎，你醒了？那你好好休息。之前我做错那么多，向海还愿意原谅我吗？他还会来看我吗？向海，这次，谢谢了。向海，我们之间是不是再也没有机会了？我很感谢你这次舍命相救，但过去就是过去。如今我欠你一条命，我许你一个承诺，日后翟家有难，我必定全力相助。祝你早日康复。向海，对不起，是我错了。什么？这个小杂种这么命大？夫人，他今天还去医院看了他那个前妻。原来你的软肋在这儿呢。荣烨，集团的新能源项目已经和3家公司达成初步意向。带1亿现金，一个人来西郊矿山的仓库找我。要敢报警，你就替小美人收尸。荣烨，这明显就是一个针对您的陷阱。荣烨，您过去为翟家已经做得够多了，根本不欠他们，没必要在这个时候为他翟天天一个人孤身冒险。他为我挡过刀，我还欠他一条命。荣烨，您的身手我又不是不知道，10个刘继宗都不是您的对手，是他多此一举。好了，上校，这次他是被我连累的，你就让兄弟们配合我行动，准备先进。是。好，王夫人，记住你答应我的，等我弄死这个荣向海，就把尾款给我打过来。他是冲向海了。你们抓错人了，我跟荣向海早就离婚了。如果你们想用我来威胁他，那是不可能的。你说什么？那个女人明明说你对荣向海很重要，你骗人！住手！荣向海，你是不是傻呀？我都已经那么对你了，你还要来救我？你给我滚！滚！干耍花样！别动他，把他放了。钱在这儿，只要放了他，我保证不追究，还安排你出境。看来姓房的老女人说得很对，这小美人对你很重要啊，而且还是一个小情种。
弄死这个荣向海，老子还能再拿到一笔尾款。你以为老子是傻的吗？老子都绑了你女人，你还能放我？想救他可以，先自己捅自己一刀。向海，认定他的。别说话，别动他！我答应你。容叶，把他给我抓起来！向海，向海，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你要是因为我以后要怎么办？翟总放心，就这么一个区区小毛贼，根本伤不了容叶。在容叶进来之前，特意让我们一直等在外面。说，是不是黄英在背后指使你绑架翟婷婷？对，就是他。我没想干伤害你的事儿，我就想找点钱。别走。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音？难道又失败了？要是被那个小贱种知道是我做的，他肯定会对我动手。不如我先发制人。今天把各位记者朋友请来，是为了澄清一些恶意传闻。黄英女士，据知情人士透露，你早就在荣婉瑜女士去世之前就与刘山河先生同居，并有刻意逼死前任的嫌疑。这是诬陷，根本没有的事情。20年前，我被人下了药，这才误入了酒店房间，跟山河有了季宗这个孩子。可我知道，山河有了家室，我就一直很避讳跟他相处。直到荣姐姐去世以后，我们才正式走到一起。这么听来，王英和刘山河在一起也是有苦衷的。这些年，山河一直都没有放下荣姐姐，我也理解她心里的苦，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领证。可是没有想到，这却让荣姐姐的儿子产生了误会，让他误会我是害荣姐姐的凶手。黄女士，您的意思是你是无辜的？这段时间进来的传闻是荣夏海先生针对您的恶意吗？这次把大家叫来，我也是为了求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荣向海为了替荣姐姐报所谓的仇，故意迫害我们孤儿寡母，还设局让我儿季宗含冤入狱。你新上任的荣董下手也太黑了吧！这刘继宗也是他的亲弟弟，有什么不好说的？非得害了人家一辈子。黄女士，据我所知，刘继宗先生的案子是过了审查的，你有什么证据凭证证明是荣向海先生故意设局陷害他的呢？你是哪家记者？是谁让你来故意捣乱的？你有什么资格来发出这些质疑？保安，把他给我轰出去！黄英，他没资格，那我呢？他居然没事。14年前，你登堂入室，抢走我母亲的丈夫，害她抑郁而终。10年前，你又借车祸想弄死我没有。我回来后，你又故技重施，见害我不成，又算计到我前妻的身上，还想借绑架弄死我。各位记者，这位黄英女士可不像她外表这么柔弱，为了夺权，她可是连绑架和买凶杀人这种事都做得出来。你血口喷人，胡说八道！你有什么证据？你就在这空口白牙，冤枉我！我就知道你不见棺材不落泪。弄死荣向海，尾款3倍。假的，这都是假的，是他恶意被爱合成的。容叶，那这些银行流水呢？3年来，你转移集团资产高达13亿，你的胃口真不小啊！这是我的个人隐私，你凭什么？你凭什么去查？不承认是吧？你做的缺德事可不止这些。各位，这个女人
为了上位，不惜收买我母亲荣婉瑜的主治医生，长期给她下致幻剂，后来导致她病症加重，直接跳楼自杀。证据全都在这里。这个黄英简直是本世纪最恶毒的小三！你们是谁？你们是谁？在我家门口干什么？哼，你家，王女士，从今天开始，这不是你家，这栋别墅无权进入。你什么意思？这栋房子是我亡夫刘山河留给我的房产，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王女士，你可真幽默，一个小三儿，你说起亡夫，真是笑死人了。你们是荣向海的人？不错，脑子还算聪明。现在刘家都是龙爷说了算，这栋别墅是过世老夫人的资产，一个小三儿没资格住这里。龙爷都说了，从今天开始，收回刘山河送给你的所有东西。你干什么？你凭什么扔我的东西？王女士，关于今天荣夏海先生在记者会上的指控，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冤枉啊！是污蔑，是荣向海，是他陷害我。他一个小辈儿，掺和到我们长辈的事里来，还下手如此狠辣，把我赶出家门，让我无家可归。新上任的荣董下手真的这么狠吗？山河呀，你怎么走得这么早啊？快点！你看看你儿子是怎么对我的。是我没用，是我。你走了之后，我护不住我们的孩子，我也护不住我自己，让你九泉之下还为我们母子担心了呀！是黄英吗？铐起来！你干嘛呀？干什么？怎么回事？搞错了，你一定搞错了。是荣向海，是他搞的鬼，是不是？一定是他。同志，我跟他有过节，你们不能因为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了一些没根据的话，就把我给抓了呀！黄英，你涉嫌谋杀、绑架、巨额经济犯罪等多项罪名，证据确凿，现依法进行逮捕。带走，走，走，进去。你们给老子等着！我告诉你们，我妈一定会救我出去的。等我出去以后，老子弄死你！还以为自己是首富家的小少爷呢，你那小三妈都被扫地出门了，还救你！你撒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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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刘氏集团高层黄英因犯下多项罪名，今日正式被批捕，或将面临数10年刑期。妈，不可能！妈，不可能！我去你的！我！兄弟们，做什么出去的美梦？小三妈都快进来了，走！妈，不可能！妈！容颜，黄英的判决结果已经出来了。根据咱们提供的证据，数罪并罚，他被判处无期徒刑。还有刘继宗，在监狱里头跟人斗殴，右腿粉碎性骨折，下半辈子都只能当瘸子了。还有王立凡和李宗翰，因为作伪证和商业欺诈，后来又被抓了进去。善恶终有报。谁说不是呢？王家和李家也已经彻底破产，他们的产业也已经被海城其他家族瓜分了。在海城设立新的分公司，
优先录取王氏和李氏失业员工，下去干吧。荣烨，王家和李家之前那么缺德，我们是不是要？祸不及妻儿，罪不及员工，都要养家糊口，不该为老板的错误买单。另外，让财务部给新进的员工设置员工救助基金，重点照顾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员工，特别是家里有老人、患病还有上学的，重点照顾。荣烨仁义，我这就去安排。阿笑，这些年辛苦你了。跟着荣烨，不辛苦。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时代了。各位来宾，今天我们在这里共同迎接一个重要时刻。刘氏集团已经成为历史，从此刻起改为荣氏集团。妈，你看到我给你报仇了，荣氏集团也拿回来了。荣向海，你这个畜生！荣向海，你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下手真狠呐！把我儿孙都送进去了，还毁了我李家的百年基业，这是要活活逼死我这个老头子啊！李老爷子，你儿子李从善和孙子王立凡违法犯罪，被送进去是罪有应得。至于你，国外银行账户里那5000多万美金，应该够你安享晚年的吧？你是怎么知道的？今天的事，看在你年事已高，我不追究。倘若日后你还要再来，还要继续来恶心我，给我荣氏集团泼脏水，我就把你送进去，全家惨死，共享天伦。毕竟你身上也不是很干净。小小插曲，各位请坐。那么接下来，请允许我正式向大家介绍我们集团未来的新发展。我宣布，山海集团正式并入荣氏，我们将投资1000亿，重点打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好。